高超音速导弹实现双向数据通信，精确制导加去中心化，美国人的剧本又被我们借鉴了一部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呢，来自北京空间物理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在多个不是一个啊，是多个高超音速武器测试中取得了突破，也就是在试飞期间，他们实现了高度可靠的地面通信。也就是讲，高超音速武器飞行期间，新的通讯系统可以让我们通过海上的控制站、卫星等等通信节点组成一个网络，实现高超音速飞行器跟地面之间的连续的实时的双向通信。美国呢，其实一直很在意在巡航导弹上实现这个数据链发展，比如他们希望通过双向数据链获取导弹的飞行状态信息，或者呢根据侦察的一些个结果重新选取目标，重新规划导弹的飞行路线，然后呢要通过数据链把更新之后的这些个飞行轨迹啊，通过这个指令发送给导弹。另外呢，就是通过数据链还要实现人载回路控制，把导弹拍到的目标区域图像要传送给地面控制端，然后让指挥人员决策哪些目标能打，哪些目标不能打，如果要打的话优先打谁，然后还可以通过导弹命中前发回的最后图像来判断打击效果，根据判断呢再看看要不要进行补充打击。而且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果建立了这种通讯指挥体系，就意味着导弹的发射单位跟控制部门可以相隔数千里。比如说，在太平洋上进行导弹发射实验和打击的时候，指挥中心可以设在纽约或者是伦敦，或者是多个指挥机构指挥多个弹群，彼此能够互相替代，没有谁是不可缺少的控制中心了。这就实现了去中心化。也就是，如果我们也实现了这个功能，那么对手通过打击我们指挥中心，破坏我们的进攻组织，那就不可能。这个听上去好像不难懂，可能很多人也觉得好像是不太难以实现，但是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还就是不太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高超音速飞行，飞行器的表面温度会很高的，会形成等离子体包裹飞行器，这被称为是等离子鞘。这等离子鞘会阻断通信。如果不解决等离子鞘这个阻断问题，数据链没法用。北京空间物理实验室最近在《导弹与太空飞行器》杂志上发表文章，宣称他们通过气动外形设计、弹头用冷气膜降温、改变弹上通讯天线位置等一系列方法，让地面与高超音速飞行器始终能够保持接触，甚至导弹飞行速度超过20马赫的时候也不受影响。我还记得前几天我说过，中国可能在高超音速飞行器领域不断的发布一些新成果，这些成果的不断发布会让美国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比如，我们已经宣布了，咱们的高超音速导弹可以使用热成像导引头实现对汽车大小的运动目标进行打击。这就意味着，现在美国战术战斧那些个亚音速巡航导弹的能力，比如说分布式打击、去中心化、打击运动目标等等，我们都已经实现了，而且是在高超音速段实现的。如果说高超音速武器实现了大幅度改变中美力量对比，那么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把高超音速武器这种大家通常说的战略级杀手锏，变成适用性更广的战术武器。这就不仅仅是改变中美力量对比问题了，这是要改变战争的样式和战争的逻辑。所以呢，大家要理解啊，中国每次公布新的成果呢，不是泄密，是主动进行战略威慑态度。这种威慑越强，美国对干涉中国事务也就越来越没有信心。好，关于中国科研部门所公布的新的技术给高超音速武器带来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